低温、雨水、伊莫拉组合在一起，就是 F1 车手的终极梦魇。哎呦，没靠说话，克莱尔！哎呀，他陷住了，完了，克莱尔！即便有安全车领航，也有人难以幸免。看全一胎吗？哇，李克，安全车状态下，格罗斯让啊，格罗斯让。甚至是经验丰富的七冠王也会出现失误。更不用说其他车手了，奔驰阵营几乎全军覆没。安全车出来了，拉塞尔跟博塔斯啊，双重创。但真正的强者并不畏惧这些。维萨潘非常的大胆，维萨潘假装有侠气啊！上去吗？2号弯，维萨潘。他们比拼的不仅是谁先松油门的勇气，更是作为一名车手的无穷意志。汉密尔顿外线，F1 21赛季回顾，汽车人打破魔咒，刘爵士竭力止损。2021年4月 ，F1 在阔别半月后重返赛场。相比揭幕战萨基尔的波澜壮阔，眼前的这条赛道显得截然不同。一山而建，狭窄曲折，逆时针布局的19个弯道不仅高低落差超过30米，甚至容不下2台车友好的并排通过。从现代 F1 的标准审视，它显得老旧、落后，缺乏观赏性。若非1年前上海站取消，人们或许早已遗忘了这条毗邻法拉利总部的赛道。然而，对于埃尔顿·塞纳的车迷，或是那些听过他传奇故事的人而言，这条赛道承载着截然不同的重量。它吞噬了一代车神的生命，那个令人心碎的弯角，至今铭刻于记忆深处。这里便是曾经圣马力诺大奖赛的举办地。退出赛历14年后，连续第2年承办 F1 赛事。赛道虽几经修改，安全性早已大幅提升，大奖赛的冠名也变为了埃米利亚罗马涅。但不论如何更迭，当目光触及坦布雷罗湾旁的塞纳铜像时，伊莫拉这3个字便如同烙印般瞬间穿透时光，清晰浮现。前方下雨了啊，在这个发车格上呢，看起来雨不大，但是好像是要用这个半雨胎来发车。F1 规定，当赛事总监宣布赛道为湿地状态后，车手可以自由选择贝耐力提供的2种雨胎，其中绿标半雨胎的排水量是每秒30升，适用于小雨或少量积水路面。今天的伊莫拉赛前下过雨，地面有些湿漉漉的，不过进入热身圈时，雨水基本已经停了。这样的路面积水呢是不会影响正常起步。是的。话音刚落，画面中一台红色赛车仿佛感受到了一股神秘力量，一个滑铲冲出了赛道。哎呦，我靠！说话，克莱尔！哎呀，他陷住了，完了，克莱尔！摩纳哥王子在12号弯前不小心压到白线，造成转向过度，所幸赛车既没有熄火，也没有陷入沙坑。还在，没熄火，没熄火。哇，危险！没有在沙石堆里面陷下去。勒克莱尔的失控似乎预示着今天的比赛不会太平静。今天这场比赛啊，大家都非常的紧张。一旦刹车就开始有大量的积水，而且呢，赛道温度会非常低。像这样的低温，在伊莫拉车手们几乎都没有经历。而在车阵的前方，2台红牛跃跃欲试，意图围剿处在杆位的汉密尔顿。前一天的排位赛，博塔斯在 Q3 发挥失常，仅排在第8。红牛的2号车手佩雷兹却神勇地拿到了第2，生涯首次从头排发车。维萨潘最后一个飞驰圈出现失误，排在第3。考虑到伊莫拉易守难攻的特性，第1圈的前几个弯道将成为双方必争之地。好，2021的伊莫拉大奖赛比赛开始了。汉密尔顿起步并不好，维萨潘起得不错。比赛一开始，T3出发的维萨潘迅猛无比，迅速拉开旁边勒克莱尔2个身位，试图钻进汉密尔顿的内线，与队友佩雷兹形成夹击。而刘爵士起步后受制于外侧的佩大师，未能完全封住内线，但也只给维萨潘留下半个车身的位置。可没想到汽车人艺高人胆大，胆大艺更高，直接贴草上白线，与汉密尔顿形成并排。维萨潘非常的大胆，维萨潘假装有侠气啊！上去吗？2号弯，维萨潘进入2号弯。维萨潘领先了一个车头，3号弯是汉密尔顿的内线，构造是特殊的香肠路肩。维萨潘在刚进弯心就全力压迫对手，2台赛车几乎贴在了一块。刘爵士为了避免碰撞，选择调整线路，但这一退让就让自己置于险境。看吃豆，看吃豆！维萨潘，哇，他被这次汉密尔顿的鼻翼啊！维斯塔潘的技术与手段震惊四座，不仅让汉密尔顿丢掉了杆位优势，还在3号弯前损失了前翼端板。不过比赛才刚刚开始，剩下的65圈会发生什么，还都是未知数。
这是拉蒂菲。但是这样的话，上墙了，拉蒂菲一圈还没跑完，威廉姆斯车手拉提菲就撞到了墙上。回放显示，拉导先是在12号弯出现转向过度，随后在返回赛道时，因为没有看后视镜，与哈斯车手马泽平发生碰撞后拍在了墙上。安全车出动后，车阵被压缩，重启后的动态起步也是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。但就在安全车快要退出的时候，又有人发生了事故。状态吗？哇，旅客安全车状态下。车王之子在磨胎时用力过猛，导致哈斯赛车出现甩尾。米克本能反打救车，但他装配的大雨胎迅速恢复了抓地力，赛车便不受控制地朝护墙冲去。他还在磨胎。哎呀，格罗斯让。而这边哈斯刚撞完，前方的佩大师也冲出了赛道，虽然没有造成车损，但在返回时却违反了比赛规定，随后被赛会处以10秒罚停。这样一来，红牛与梅奔又回到了1对1的局面。赛重新开始，汉密尔顿外线，不可能，2号弯根本不可能。比赛恢复后，维斯塔潘牢牢站住领先位置，率先通过3号弯。汉密尔顿迅速被甩出了 DRS 区，身后的勒克莱尔则是不断给到压力。受此影响，一圈还没跑完，维斯塔潘已将差距拉开到了3秒，已经拉开到3.2秒了。勒克莱尔是大大的帮了一把红牛啊！维斯塔潘带开后在场上连续刷子，2圈后领先优势竟已超过5秒。汉密尔顿见状只能奋起直追，也以最快圈回应，又将差距稳定在5秒左右。两人你追我赶，13圈身后的勒克莱尔竟被刘爵士拉开到了8秒。15圈法拉利已被抛出10秒开外，领跑集团又只剩下2人。与此同时，赛道条件越变越好，一些赛段已经完全变干。维斯塔潘告诉车队，请你们注意一下，万一有人开始换干胎的话。汽车人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干胎的圈速可以做到1分20甚至更快，而半雨胎1分26已是极限。能否选择在正确的时间进站，将会决定比赛的胜负。不过眼下汉密尔顿的半雨胎似乎遇到了一些情况。汉密尔顿告诉车队，我的轮胎温度越来越高了。车队说你需要找一些水塘来给半雨胎的热熔橡胶比干胎更软，磨损后更容易过热，造成轮胎衰减。但如能把胎温控制在极限之内，反而会对圈速大有裨益，甚至可以获得类似干胎的抓地效果。Grip is coming back, says Lewis Hamilton. 汉密尔顿极其擅长雨胎管理。20年的伊斯坦布尔在开局跌出前5的情况下，用半雨胎长途奔袭50圈，最终逆势夺冠。本站比赛，刘爵士在抓地力恢复后，看准维斯塔潘遭遇慢车阵的时机，在23圈开始发力，打开5秒大关。24圈更是追到维斯塔潘身后3.3秒。路法一次消掉1.6，可以消掉1.6，又能够到半圈的时候。套圈时前车产生的乱流会让后车损失一些时间，不过上一圈两人都只对落后2圈的米克舒马赫完成套圈，且维斯塔潘离下一个慢车角田裕毅还有2秒差距，所以刘爵士能追进1.6秒，并非完全是遭遇慢车的原因。25圈两人先后过掉角田，汉密尔顿距离前方3.1秒，似乎放缓了追击步伐，但26圈在双方都没有慢车影响的情况下，刘爵士一下子贴近了距离2.4了。对啊，这个不妙了。面对咄咄逼人的汉密尔顿，红牛开始考虑维斯塔潘的进站时机。再继续变干，但还是不足以换干胎。哇，现在这个战术就变得非常的微妙，车队和车手怎么来决定，尤其是维斯塔潘怎么来决定什么时候进去换干胎？因为从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，一定是需要换干胎的，而且几乎只进这一次站。伊莫拉易守难攻，官方给出的主流策略本就是一停跑完全程，更不用说下雨天了。所以在这里，场上位置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。汉密尔顿现在已经杀到1.7了，红牛怎么样？要来了吗？红牛怎么样？要来了吗？红牛本不想这么早进站，但汉密尔顿在半雨胎上的追击速度已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。如果不进，梅奔在下一圈就会在赛道上直接动手。进了，汉密尔顿维斯塔潘带着1.8秒的优势率先进站，换上了 C3 中性胎。红牛做出2.2秒换胎，出站后的第一计时段距离汉密尔顿28.6秒，伊莫拉进站损失至少30秒。理论上维斯塔潘是安全的，但梅奔如能在干净空气下将差距拉开到30秒以上，就可以在完成进站后兵不血刃的实现反超。这一战术与 undercut 需要先手不同，它属于后发制人，所以也叫 overcut。车队告诉汉密尔顿，冲刺你有一
圈的时间，汉密尔顿刷出了一个全场最快第一计时段。好吧，但是看一看刘一圈。而对于红牛来说，为了避免被梅奔 overcut， 维斯塔潘也需要全力推进，尽快让冰冷的新轮胎进入工作温度。于是，两支车队2位顶尖车手将战术和驾驶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，而高手过招，输赢往往就在一招一式。28圈的结果也将决定整场比赛的胜负走向。想看一看他如何来全力的推进去。哇呀！6前慢了4.0秒，4.0秒。哇，来了，维斯塔潘，肯定过了。哇！汉密尔顿出战时落后维斯塔潘 1.8 秒，刚好是两人换胎的时间差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梅奔不失误，刘爵士利用慢车阻挡拿回杆位优势的可能性非常大。如果没有那个1.8秒呢？如果他也2.2秒呢，就难说了，对吧？应该维斯塔潘还是在前面，但是会拼杀一下。对，没能反超成功的汉密尔顿有点着急，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。一向冷静的他竟忽视了新胎温度较低的潜在风险，激进的在赛道上全力推进。但伊莫拉会惩罚每一个疏忽鲁莽的行为。这个是比这边是比中游的车队汉密尔顿了，对，哦，第一啊，没了。哎呀，这下毁了。对，知道自己的问题了。刘爵士在众人的注视下尝试脱困，但后轮无情的空转破灭了他的想法，连赛会都宣告他已退出比赛。如果就此完赛，汉密尔顿的车手积分将被维斯塔潘拉开到18分。就在工作人员准备一拥而上时，汉密尔顿孤注一掷地挂入了倒档，一路倒出去吗？到赛道上，但是不要微回啊！哇，不要微回。哦，你不可以在赛道上倒车的。没有，他没有倒，他只是把车换上去而已。这个你很难界定他是倒车。汉密尔顿掉到了第7，且因为要进站更换前翼，损失时间至少40秒，出站后必定掉出积分区。但就在刘爵士刚刚返回之时，赛道的另一边发生了一起更严重的事故。哦，安全车出来了，是谁？博塔斯，拉塞尔跟博塔斯啊，今天双重创了。威廉姆斯车手乔治·拉塞尔在超越梅奔2号车手时不慎右轮上草，赛车瞬间横摆车头将博塔斯拦腰撞飞。两人的事故先是引发赛段黄旗，继而升级为安全车，最后因为碎片太多，赛会不得已出示红旗，暂停了比赛。这个清理得好一阵呢。回到维修区的刘爵士懊恼不已，如果不是自己的失误，这次红旗结束后，他将再次从维斯塔潘身后发起进攻。而现在虽然只掉到第9，但争冠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，只能尽量止损。30分钟后，比赛重启，赛会通知采取动态起步，滚动起步。刹车线的有些刹车格还吸着，这个赛道条件不允许。赛道条件依旧非常恶劣，维斯塔潘竟也出现转向过度。维斯塔潘，不要玩火，还在拼命磨胎呢，还要拼命吗？对，哦，心理素质太好了。比赛重启后，汽车人迅速进入状态，连续做出全场最快。38圈跑完，已将圈速突破到1分19秒726，而后方的汉密尔顿也已上到第6，并在40圈全场刷子。FIA 规定，前10完赛的车手拿到最快圈可得1分，因此两人虽隔着一段距离，但并不影响他们为了这1分针锋相对，竭尽全力。41圈，汽车人1分18秒935回敬奔驰。42圈，维斯塔潘拉开身后诺里斯将近5秒，而汉密尔顿也开着 DRS 轻松过掉里卡多，上到全场第5。下一圈，汽车人继续刷子，但几秒后刘爵士过线，再夺最快圈。双方你来我往，大战300回合，只是苦了中间的几位车手。诺里斯被拉开到了11秒多，而汉密尔顿也成功追到了法拉利双雄，并抓住他们调出 DRS 的机会，连过2人上到第3。Norris ahead, P2. 车队表扬了汉密尔顿，你前方的诺里斯就是亚军。迈凯伦本站的直道速度并不差，诺里斯在没有 DRS 的情况下，依靠赛道特性阻挡了奔驰3圈。不过当他的红胎开始衰减时，这场猫鼠游戏也就到此为止了。要攻防一下，对，不断的在看左侧外线，但是对面在右侧过去了。汉密尔顿用30圈的时间从第9追到第2，几乎没有失误，把握住了所有超车时机。但在他前面20秒是同样出色的维斯塔潘，两人目前积分打平，谁能拿下最快圈的1分，谁将在本站比赛后领跑车手积分榜。
谁在积分榜前面就是靠这1分啊！60圈结束，维萨班做出全场最速1分17秒524，但汉密尔顿随后以1分16秒702回敬红牛。最后一圈，维萨班再次尝试冲击，但成绩没能突破，未能拿下这1分。最终依靠开局天神下凡般的表现和全场稳定的发挥，从未在意大利上过领奖台的汽车人，终于是打破魔咒，在伊莫拉第1个冲过终点，拿下职业生涯第11个分站冠军。那么确定汉密尔顿以1分优势领先积分榜。都说今年有可能是过渡的一年，但是有可能是冠军竞争最激烈的一年，对，比赛最好看的一年，难道不是吗？未来5年最精彩的一年。专业的解说敢于下结论，只是当时的他们并不知道，2021赛季的激烈程度将远远超出所有人的预料。